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哇，终于韦恩决定把频道给制作出来了，这是韦恩的第1集的节目。为什么会说终于呢？因为其实这些年韦恩在面对性别议题的这一件事情上有很多的想法，也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始终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勇气来跟大家分享。直到去年接受了超级神队友的一个采访之后，在那个采访当中，韦恩很仔细的将自己在面对性别议题许多的经历，还有许多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做了一些阐述跟分享之后，我发现哇，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议题很希望能够听一听各种不同角度的看法，甚至其实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问了韦恩一些在性别议题上面的看法，也对于韦恩的性别的认同也有一些的回应。因此我也觉得与其透过文字的方式来呈现，不如呢我就用频道的方式来跟大家有点面对话的概念。所以话不多说，韦恩就想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主题。韦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韦恩为什么不会是双性恋，不会是异性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在听了韦恩的分享之后会问的一个问题哦，甚至有很多人也都会觉得说可能就整个社会的定义或氛围上面就会讲，你这就是双性恋啊，再不然就是已经变成异性恋啦。事实上呢，韦恩在这边要先做一个先决条件上面的一个定调，就是发现自己并不是属于所谓先天的同性恋者。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一个定调？因为先天跟后天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客观条件的。在自己所整理的脉络的当中呢，韦恩发现自己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后天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成型的同性恋者。至于所谓先天后天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呢，韦恩当然会另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因为韦恩认知到自己是一个后天成型的一个状态，既然它被称为一种状态，那它就不是一个绝对的身份。对韦恩而言，现在的我不是很喜欢人家动不动就贴上我是一个双性恋或是异性恋，甚至有些人会贴韦恩是一个假同性恋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其实这个对韦恩而言都是一个很不舒服，而且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对待模式。对我而言，在面对所谓的恋的这个议题的当中呢，它实在是包含了太多我在后天的探索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的，不管是性感受啊，不管是情感依赖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单单就情感依赖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情况下，既然它是一种情感依赖，同时间其实它会投射某一种的需要或情感上面的一个感受到你自己会被吸引的对象上，这样的一个投射它所影响的当然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的好感，对于这一个人想要建立更进一步关系的一个期待，或甚至是如何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韦恩来说，那他应该要被定调成同性恋、双性恋或异性恋吗？坦白来讲，这其实是一个蛮果断或蛮绝对的一个定调。在韦恩这么多年的一个自我的探索跟整理的过程里面，我并不觉得我需要这样子的被定调说，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双性恋者，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异性恋者。因为这样的一个定调，仿佛我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身为一个所谓的双性恋者，那我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双性恋者？或者是说，那我现在是一个同性恋者，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符合同性恋者身份的一个定调？所以其实当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也都会回过头去丢给他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韦恩现在已经结婚有小孩，那我的太太呢是我生命当中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会有性感受的对象。
那我自己本身仍然还是存在的，对同性可能在性啊或在情感的依赖上面还是会吸引着我。那这样的我真的是一个双性恋者吗？这样的我是一个完全的异性恋者吗？亦或者是这样的我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吗？没有人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具体的答案，也因此让韦恩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是，对韦恩而言，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它只是一种状态。如果过度的去强调这个状态，不小心的它就会成为某一种的标签，那成为一个标签就会变成是你要如何去符合这个标签对你的影响力。其实这是韦恩最不希望在接下来人生当中继续被看待的原因，因为其实回顾韦恩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过程真的是贴标签，我被贴了很多很多的标签，而且这些标签很深深的影响了我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关系，怎么去面对我在性上面的需要，怎么去面对我在跟人的互动关系上面的一个回应。当我有一天发现原来我的状态符合同性恋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的确也在那当中得到了一些好像对自己身份或对自己的状态有了一个解答，但同时我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议题，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做好一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呢，在过去那些日子里面，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很绝对的，或者是一个让自己可以很安定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在过程当中开始在思考，那这样子的我该怎么看自己？而这个标签从哪里来？从旁边的人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影响之下，怎么看待我在情感上面的需要？如果我一直很努力的，好像要在某一种不管同性恋、双性恋或异性恋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当中取得身份的认同，我是会很辛苦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或多或少会觉得一听到基督徒就知道基督徒是所谓的反同或反 LGBTQ 的群体，这样子在信念的里面就不可能接受同性恋或这种所有非异性恋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我在这样的一个信念当中，在教会里面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挣扎也非常辛苦的过程。我自己是非常渴望被接纳，也渴望找到一个归属的。而事实上，教会也的确带给我了一个很强的归属感，透过信仰的部分也的确带给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面对挑战、面对生命的一个力量。但是就在这个性别议题上，很长的时间在思考，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不再是个同性恋，而要成为一个合格或正常的异性恋者？在教会也找不到一个绝对的答案，反而更多的时候，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想象去想，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功被改变的异性恋者？怎么样叫成功？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我成功了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选择了一件事，我选择了用很坦然、很自在的角度来跟我身边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说，为什么不要再问我是不是异性恋？为什么不应该把同性恋跟异性恋放在绝对的两端？因为在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里面，同性恋、异性恋的绝对值其实并没有意义。后来我决定在教会公开我的自我的认同，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也让很多的牧者也好或弟兄姐妹也好就觉得糟糕了，韦恩是个同性恋者，那我该怎么办？对，我该怎样？其实弟兄姐妹的慌张也是我的慌张，我公开了，我该怎么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后来也开始很认真的在思考，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变成异性恋者又对我是什么样的意义？渐渐的我开始发现，成为异性恋者并不应该是我的目标，
继续的用同性恋者的一个标签来看自己，好像也应该做一些修正与调整。因此我在这个过程里厘清了一些事情，原来对我而言，对一个后天因素所成型的一个性别认同的人而言，成为一个同性恋或成为一个异性恋真的一点也不重要，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没有一个绝对的同性关系或异性关系。怎么说？什么叫绝对的异性关系？是我今天只要是对异性都要有感受吗？今天我只能对异性有情感依附上面的需求吗？但事实上，就关系的层面而言，我们任何人都需要跟同性或异性建立合适的情感的关系或互动的关系，这个无关乎是不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者。因此，当我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也开始发现，我不需要再困在今天如果我对同性有情感上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好像立刻那个同性恋的标签就贴上去了。另外一个，我会认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的一个关键的条件，其实就是我的性感受是来自于同性而非异性。这一点其实是最强化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可是后来慢慢的我也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会让我有吸引力的这些同性是什么东西吸引我？而同样的问题在所谓异性恋的男生身上也可以符合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女性会吸引你有性的感受？我看过一些报道，我也看过一些研究，当一个长期透过色情影片来满足高潮的一个人，在面对性的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不同刺激程度上的需要。而对我而言，在性感受的经历跟开启上面是来自于同性，而且是让我感觉到愉悦的。但这个舒服跟愉悦的背后，原来那是一种我对于亲密关系，在身体的亲密关系上面所得到的所谓关系的满足感，远远超过只有情感的依赖。这个在很多的跟性有关的研究上面是可以被证实的一件事情。毕竟性行为是两个人最亲密，而且是身体上面最直接的一个接触，的确会影响一个人怎么去感受性，怎么去回应性。如果我动不动的都要用性感受来决定我的关系，似乎在性行为之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那这样的关系是我要的吗？答案是不，因为我的内心更渴望能够得到一个被人家重视、被人家关心、被人家理解，甚至被人家保护的一个需求。在我这样子整理的过程之后，我也才发现，原来不论是我的性感受，或我在情感依赖上面，还有更多来自后天渴望的需要，很多层面是来自于我成长过程当中对于关系建立，或者是对于一个归属感、对于一个安全感的建立的一个需求，而渐渐产生投射的需要。因此今天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刚刚我所分享的都是我自己在花了很长的时间自我整理、自我的了解之后所整理出来的一些对于自我在性别认同上面的一个理解。它不代表所有人，对，但我之所以想要分享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花时间去自我的整理，我们很少花时间去自我的探索，去理解自己可能经历了哪一些事情，以至于可能在面对关系上面，或者是在面对互动上面，甚至在面对自己的形象上面，有很多时候被太多社会的因素所影响。也是希望让大家在面对这个性别的议题的事情上，也能够有多一点思考的空间。不是说好像今天立刻马上就一定要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结论，一定要在关系当中做出什么样的定调，甚至也不需要好像很绝对的要去把别人到底符不符合同性恋、符不符合异性恋、符不符合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就贴上去。我不喜欢，我也不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么绝对的被这些标签所困住。
之后呢，我也会做一集节目来特别谈一谈这个标签这件事情哦。但是今天我想说，我就先把我对于我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同性恋，不是一个双性恋，甚至也不是一个异性恋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当然，我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你对韦恩的经历或韦恩这一集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留言区做回应。韦恩也会适时的透过节目，透过专题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这一个主题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韦恩的分享，觉得好想再听一听，好想再多一点了解的话，欢迎你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追踪韦恩节目的更新。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